2025年5月，印度上空的火光划破了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一场代号辛杜尔的行动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们眼镜都碎了一地。巴基斯坦使用中国的这个歼十 C1 战斗机跟霹雳15导弹，成功击落印度空军从法国买的阵风战斗机。这款被誉为西方世代办战机标杆的明星，被猛龙干净利落的斩于马下，3架。据说有最新的报道，可能有4架那么多。当然了，战争迷雾我们都懂，所以事后我们看到新德里矢口否认。当然，最新的路透社的报道，他们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而且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在社交平台上要求马斯克在推特上疯狂的这个封号删帖。而伊斯兰堡那边在大肆庆祝，巴基斯坦空军还专门召开了记者会，详细解说击落的这个全过程。北京方面嘛，当然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那这场空战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它激起的这个波浪不能叫涟漪了，应该是一个瞬间激起的这个浪花，席卷了全球的军事观察室跟战略决策中心。它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可能被长期严重低估的真相，那就是中国真实的军事技术实力究竟到达了何种让人不安的程度呢？如果连印度空军装备的顶尖西方战机都无法幸免，那么台湾的防空体系来自于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噩梦？这个视频我想从这场空战的硝烟当中拨开迷雾，直面这些略显残酷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故事当然是要从2025年4月22日说起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一起针对游客的严重恐怖袭击，造成26人死亡，印度方面震怒，誓言报复。到了5月7号的时候，印度空军发动了代号辛杜尔行动的跨境空袭，目标是打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营地。随即巴基斯坦空军的这个歼十 C 猛龙战斗机在枭龙战机的支援下与印度空军爆发了空战。多方信息汇总证实，巴方空军呢至少击落了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3架阵风、1架苏30和1架米格29。而这场空战的核心是歼十 C 与霹雳15导弹的这个致命组合。歼十 C 这样一款被西方分析师先前评价为大致相当于 F-16 后期型号的这个战机，它装备了非常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而它挂载的这个霹雳15远程空对空导弹才是真正让人望而生畏的这个杀手锏。但更可怕的是，巴基斯坦空军这次采用的战术叫做静默猎杀。歼十 C 自身的雷达跟无线电都不开机，保持静默，然后在预警机的指挥引导下，对方印度战机的数据通过加密数据链传输给歼十 C， 然后飞行员在远距离发射霹雳15以后，导弹依靠惯性导航跟数据链中继制导飞向目标，直到最后阶段才启动自身雷达锁定，让对手完全猝不及防。我们想象一下，印度的阵风飞行员他在完全没有任何雷达预警的情况底下，猛然发现导弹已经逼近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了。这个就是体系作战的威力，射手与传感器分离，高度依赖强大安全的数据链跟预警机的空中指挥。这个明显不是一个单一战机或者武器的性能比拼，而是整个作战体系的全方位的碾压。印度方面的损失非常惨重，先进的阵风被击落，对于印度空军的震撼，对于士气和长期以来对于西方武器的迷信，这个打击真的是犹如一记重锤，他们不得不花一点时间来消化一下，要进行痛苦的反思，自己的战术训练、情报以及对于中国军事技术发展的认知是不是出了大问题。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特定的战场条件和印度潜在的错误或者问题，比如说飞行员的素质，无疑可能会是影响战果的一些因素。我们也看到法国方面非常想要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归咎于印度方面的原因，但是
我相信这件事情最关键的，或者说通过本次空战所展示的中国方面的技术实力和整体作战体系的能力，才是我们看待整件事情的一个关键。而国际社会方面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其实在前2天我们看到万斯访问印度，在这个战争爆发以后也明确表示不会介入，但是我估计后来是因为看到印度吃了大亏，然后美国又转变了态度，呼吁双方停火，然后卢比奥跟万斯也亲自斡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美国的官员匿名向媒体喂料，证实了中国的歼10C 用这个霹雳15击落了阵风，所以这其中的种种操作的确耐人寻味。而中国方面，我们看到他们的官方是非常低调，但是媒体跟网络上网民们对于国产武器实战的表现，这种自豪感是溢于言表，一片欢腾。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则对于印度境内发现的这个霹雳15导弹的残骸表现出了异常的极大的研究兴趣。所以整场空战映照出一个正在迅速变化的军事技术的现实。霹雳15的性能已经对标，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制的 AIM-120D，更让欧洲的流星导弹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个战果的取得是在中方完整作战体系支持下取得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西方情报界来自于全球军事观察家对于中国的军事技术真实水平以及作战体系的成熟度存在非常严重的低估。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当年苏联在1957年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让美国的情报界跟军方大为震惊，措手不及。同样，这一次空战也可以堪称是中美对抗背景下的军事装备领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这个不是小幅度的赶上，而是足以推翻西方原有对于中国装备评估体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反差。所以我们基本上交代清楚了这个事情的背景信息。现在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场空战背后那些真正让我这2天感觉有点夜不能寐的核心的问题。首先讲我的第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西方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实际军力，尤其是技术整合与实战转化能力这个方面。首先当然是对于霹雳15导弹真实性能的低估。虽然霹雳15出口型的这个射程仅仅145公里，但其核心技术，比如说氮化镓有源相控阵雷达、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先进的抗干扰算法，可能远远超过外界基于公开数据的保守估计。要知道，美军之所以会研发 AIM-260 联合先进战术导弹，其实就是为了应对霹雳15带来的这个挑战。而且霹雳15的国内自用型号，这个射程普遍会被认为超过200甚至达到300公里。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意味着解放军的战斗机可以在绝大多数对手的这个防区外从容发动攻击，而不用担心这个对手会先看到自己。其次是对于歼10C 平台以及网络中心战能力的误判。歼10C 装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据称拥有超过1400个氮化镓收发组件，而阵风只有836个。歼10C 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超过300公里，能够在阵风的雷达探测到自己之前的60到100公里就已经能够锁定对方。这样一种先敌发现的能力，再加上霹雳15的射程，就是这一次巴基斯坦空军先敌开火的底气。基本上在你准备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时候，对方连你在哪儿都还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歼10C 跟这个空警500、空警2000这种预警机以及在地面指挥系统之间这种非常高效的数据链的协同，使得中国空军能够实现 A 射 B 导。也就是说，在预警机提供的目标指示底下，歼10C 在自身雷达不开机或者只是短暂开机的情况下，可以发射导弹之后从容撤离战场。这样一种单向的战场透明，然后先敌发现并开火的优势，实际上就是一种降维打击。在实战当中，我们看到是对于印度空军来说是致命的。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一种论调，就是中国的这个武器系统都是山寨抄袭欧美跟俄爹，纸面的参数非常好看，但实战肯定不行。俄乌战争当中，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武器表现非常拉胯，无疑为这样一种论调增加了不少的证据。所以你看，俄敌的装备都这么烂了，你俄孝子的东西你还拿得出手吗？而这一次印巴空战无疑给这样一种论调一记非常响亮的耳光，它啪啪啪的雄辩的证明了这个中国军工不仅能用、好用，甚至已经力压西方一线装备。这样一种情报、这样一种装备评估方面的误判，根源在于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信息获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更重要的是根植在很多人心中的这种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导致很多人都戴上了有色眼镜，对于中国技术创新跟系统集成能力这方面的一个评估存在一种路径依赖式的低估。而我们看到的一些内幕消息或者是战情的回顾分析也佐证了这一点，比如说霹雳15国内型号的真实的不可逃逸区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或许已经远超外界的想象。西方情报界长久以来太过于关注中国武器在外形上对于这个同行的模仿或者是一些相似度，比如说不管是当年的歼20还是现在中国的6代机出来，好多人都会用外形的一些相似处来竭力想要论证或者证明说这一次中国又 copy 了哪一款西方的战斗机，但是他们却完全忽视掉了中国在一些关键的子系统，比如说电子战系统、雷达、数据链跟体系整合等等方面的已经实现了那种蛙跳式的发展。所以这样一种系统性的长期的低估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于台海军事平衡的误判。所以我的第二个核心观点就是，台海军事平衡不仅仅早就如我之前评估的那样已经严重的向中国大陆倾斜，而且在短期内就算美国愿意发力，这个平衡也不可能扳回来。首先，台湾现有的空防力量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台湾空军的主力是 F-16V、IDF 金国号跟幻影2000。F-16V 虽然对于这个雷达做了大幅度的升级，但是在战场上它要面临的是什么？对岸是歼10C、歼16，特别是隐形的这个战机歼20，他们携带的空空导弹射程至少有200到300公里，远超美军的主力导弹，因为他们只有160到180公里。而且坦率说，在这样一种对比底下，台军没有任何的胜算。歼20完全可以凭借其这个隐身的能力，在台湾的 F-16V 探测范围之外，就从容的发射霹雳15，执行踹门的任务。这个意味着台湾的战斗机可能在起飞、巡逻或者是接战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面临着一种看不见、打不着、跑不掉的窘境。单方面被对岸摁在地上摩擦，这样一种绝望的境地。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连法国阵风这样欧洲的 4.5 代最先进的机型在歼10C 跟霹雳15的组合拳面前都折戟沉沙，那么台湾的 F-16V 还不如这个阵风，即便是升级了雷达又能有多大胜算呢？更何况我们要知道歼10C 在解放军的这个武器库里面已经不能算是比较先进的那一批的类型的战斗机了，而且解放军在战机数量上有绝对的优势，有强大的预警机跟体系作战能力。台湾过去的十几年一直在强调所谓以智取胜，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所谓智的差距已经被对岸抹平并且反超了。所以有军事分析专家非常悲观地认为，在解放军的体系压制底下，基本上台军现有的这些机型很快就会变成博物馆的展品。解放军的空警500特种电子战机配合地面远程雷达跟天基的侦察系统，能够为攻击机群提供单向透明的战场信息优势。这个不仅仅只是作战平台的代差，而是整个作战体系的碾压。其次，我们看到台湾的地面防空系统，比如说爱国者 PAC-3 跟天弓3型，虽然是很先进，但是在拦截霹雳15这类高速高机动具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导引头跟强抗干扰能力的导弹的时候，这个效能将会大打折扣。更何况解放军发动攻击的时候必然是多方向多批次饱和式的精确打击，一定会优先摧毁台湾的雷达阵地指挥中心跟防空导弹发射架。
我们看到台湾的东部地区，因为中央山脉的阻隔，雷达的覆盖本来就存在着死角，对于歼20这种隐身战斗机的探测跟拦截能力更是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而这次大陆展示的霹雳15远程导弹，让台湾长期以来坚持的这个豪猪战略其实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豪猪战略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是想靠台湾的地理优势跟以前说起来是比较厉害的防御力量，让大陆这个攻打台湾的代价非常高，从而能够吓阻大陆发动战争。但这个其中的关键是你要台湾在空防方面要能占有优势，但是霹雳15远程的精确打击的能力经过实战展示以后，如果大陆用歼20这样的隐身战斗机从不同的方向发射，会大大压缩台湾战机的反应时间，让他们更容易被打中。不难想象，大陆一定会先打掉台湾的预警机跟加油机，瘫痪它的空战指挥系统。所以台湾本地的爱国者跟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基本上在面对对岸这个隐身战机发射的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这个饱和攻击底下，自身都难保。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回过头来看一看美军的话，霹雳15的威胁其实同样笼罩在西太平洋美军头上。美军在战区行动高度依赖的这些空中加油机、预警机跟 ISR 这个侦察平台，这些高价值的空中资产，一旦进入霹雳15甚至是霹雳17、霹雳21这些超远程导弹的打击范围，将会变得非常的脆弱。而如果这些战力倍增器被摧毁，或者被迫要后撤几百甚至于上千公里的话，那失去了他们的这些支持，美军在第一岛链内的作战能力将会急剧萎缩。所以哪怕是 F-22 跟 F-35 这类五代机，虽然他们也有隐身的优势，但是面对同样装备有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跟远程导弹的歼20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会被极大的削弱，甚至有可能在进入自身有效射程以前就会遭到对岸锁定跟攻击。所以结果就是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地区对抗中国的传统的空中优势，在这种情况底下会变得捉襟见肘。而且我们也知道 F-22 数量有限，而且已经不再有生产线的补充，所以霹雳15的这种威胁无疑是雪上加霜的。我们看到美国着急研发 AIM-260 联合空对空战术导弹，就是为了急着应对霹雳15的这个威胁。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只不过印巴空战的结果，这就像是从以前轻轻提醒的这种比较温柔的小闹钟，突然间变成了这种黄钟大吕，轰隆作响，在所有人的耳边猛然敲响，迫使西方不得不正视中国军力的实战能力跟战略的威胁。回想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面对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压倒性的优势，那个时候的解放军其实是感受到了耻辱，并且由此开启了非常疯狂的军事现代化。而30年的卧薪尝胆，如果说那一次的危机是暴露了对岸的这个软肋，那这一场的印巴空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向的一个心理转折点。它不仅仅是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努力的一个丰硕成果，而印巴空战战果带来的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会为解放军的官兵在心理上构建非常强大的一个自信心，这个会对于未来台海局势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来触及最核心，也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那一部分，这一场空战暴露出来的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的差距，是不是已经缩小甚至于反超？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美国协防台湾的心理阈值？美国还能不能承担得起协防台湾的代价？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方面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跟心理方面的问题。军事干预本质上实际上是一场成本效益的分析，收益当然是要维持对于盟友的安全承诺，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考量，意识形态等等等等，但最根本的目标是要避免中国主导亚太，进而争夺与美国的霸权。而付出的成本就是实实在在的战场上的人员伤亡、装备的损失、经济的代价，以及国内政治压力跟国际声誉的风险。
我们看到之前兰德公司、CSIS 等美国顶尖智库在印巴空战之前发布过很多份的报道，对于美军介入台海冲突的潜在损失进行兵棋推演。2023年初的 CSIS 的一份报道就指出，哪怕美日台联军惨胜，美军也会损失2艘航母、数十艘其他舰艇、数百架飞机，以至于数千乃至于上万名士兵的生命。而这些推演的结果多少还带有一些学术探讨的意味，但是今天以后，当巴基斯坦空军使用中国制造的歼10C 跟霹雳15，在实战当中击落了印度空军引以为傲的欧洲最顶尖的战斗机阵风，这一款比美国 F-16V 更优秀的战斗机的话，那么 CSIS 的这个兵棋推演的结果就会突然间变得无比的沉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五角大楼的噩梦。如果连中国的出口型装备，如果连第三世界的空军都能取得如此的战果的话，那么面对解放军装备更先进的智用型型号跟更多的不为外界熟知的军事装备的时候，如果美军要介入台海，它的 F-35、F-22 机队，它的航母战斗群，它脆弱的这个加油机跟预警机将会面临怎么样的生存危机呢？这个代价清单从现在开始恐怕要重新写一遍了。军事技术方面的差距最终一定会转化为政治跟战略上的沉重压力。2025年的这场印巴空战如同一个冰冷的计算器，清晰地算出了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冲突可能需要付出的禁止性成本。什么是禁止性成本？就是代价高到让决策者望而却步，高到宁愿放弃或者是部分放弃某一些战略目标，也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和损失。印巴实战的这个表现，以及其背后代表的解放军日益增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其实正在将美国推向这个非常痛苦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事件发生以后，美国 CSIS 跟兰德公司这些顶级的智库，以及有一些退役的美军高级将领都对此表达了震惊跟深切的忧虑。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的速度，尤其是质量，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最坏的预期。不只是在台海，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军事优势也在被迅速的轻视。所以这样一种技术突袭带来的心理冲击其实已经开始拷问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就是战略模糊。战略模糊之所以能够成功，或者它的这个有效性，其实是建立在美国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跟介入能力的基础上。当解放军有能力让美军付出他们承担不起的这个禁止性成本的时候，其实这样一种战略模糊的威慑力就已经大大降低，甚至变得不再具备任何意义了。所以美国是否应该转向战略清晰，明确承诺出兵协防台湾，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会让华盛顿陷入两难。因为明确承诺会被视为严重挑衅，加剧中美对抗，也会被台独势力视为一张这个空白的支票，反而会导致军事冲突真的发生的概率。其实更要命的是，面对解放军日益强大的军力，美国他还有这个能力履行承诺吗？而真的要履行这个承诺，这个代价是能承担得起的吗？所以要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展开讲台湾岛内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一些国防预算、兵役等一些问题。所以我的第三个核心观点就是艾森个人的一个非常大胆的预判是，这场空战的结果已经极大的推高了这个阈值，甚至可能已经在某些关键决策者的心中已经突破了这个阈值。当然不是说美国会立刻宣布放弃台湾，但它意味着在未来的任何一次台海危机的这个关头，当美国在决策是否军事介入的时候，这个犹豫，这个瞻前顾后，这种顾忌，这样一种对成本的计算，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犹豫的程度。而大国的博弈，很多时候说到底就是意志的较量，是心理的博弈。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当一方确信另外一方介入的代价已经高到其无法承受的时候，战略的天平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倾斜。霹雳15的这个首战告捷，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压垮骆驼的稻草。
它让美国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在第一岛链内，特别是在台湾海峡，解放军经营多年的距离大陆非常近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战场，美军已经失去了必胜的把握，面临惨胜如败乃至于完全失败的极大的风险。这样一种心理上的不可承受之重，比单纯的武器参数对比更致命，它会影响美军的士气，美国选民的抉择，它也会渗透到战略规划的每一个层面，影响军备采购的方向啦，改变盟友的信任度啦，最终它会重塑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比如说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这些美国的盟友，在看到阵风的下场以后，看到霹雳15的威力以后，他们对于美国安全程度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呢？所以2025年这场印巴空战其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它不仅仅是中国军事技术的一次展示，它是对于美国全球军事霸权跟介入意愿的一次严峻的心理测试跟压力测试，而测试的结果恐怕并不是很乐观。这个其实是在提醒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任何军事干预的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对风险跟代价最坏的打算之上，所以如果一旦误判形势，低估对手的话，这个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场空战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可能会加速台湾问题的解决，因为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印巴战争能为欠缺实战经验的这个中国军队再次提供一些非常难得的实战环境。当然我们知道印巴有可能会停战，也有可能会单方面有一方会推翻停战协议，又再一次进入这样一种战争的环境。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不管是已经发生了还是将来有可能会发生，这次印巴空战还是让中国的武器系统有机会来练练手，并且搞清楚阵风战斗机、电子战系统、流星导弹，所有这些西方国家的一流武器在实战中的各种的数据，能够帮解放军进一步的改进武器跟战术，而印度跟西方能够拿到的只是中国导弹的残骸，这样可以分析出来的东西其实远不及中国的一整套的预警机或者电战系统，中国的技术人员在一线，他们的战术人员、支持人员从整个空战当中获得的非常详尽的情报，这些东西是要有用的多。所以诛杀行动的战果，除了会对于台湾军队跟台湾民众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从不好的方面来讲，可能会导致大陆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一种更强硬、更冒险的姿态，搞不好有可能会提前台湾问题的时间表。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进程往往会受到少数几个关键时刻、少数一些关键技术和观念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2025年的这场空战，我倾向于就是把它看得比较严重，我认为它代表的这个军事技术的变革，正是这样一个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它揭示了中国军事力量被严重低估的现实，非常清晰地向各位展现了台海军事平衡向大陆急剧倾斜的这么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它触及甚至有可能已经突破了美国协防台湾的这个心理跟成本的阈值。这个我必须要说，不是危言耸听，我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数据跟事实的支撑，这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分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战争明天一定会爆发，但确实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深刻，也有可能是非常痛苦的重塑。旧的力量被推翻、被打破，然后新的规则并未完全建立，这个期间一定会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跟各种潜在的风险。而从一个更大的历史维度来看的话，这个或许预示着全球军事技术跟战略思想的又一次范式转移。西方长期以来的这个技术的优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体系对抗、智能化战争、远程精确打击这些技术概念正在被赋予全新的内涵，而中国正在以一个不容置疑、不容忽视的自信的姿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玩家参与到这场变革当中。面对这样的变局，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思考未来几十年世界的格局会怎么样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但我相信保持非常清醒的认知、独立的思考以及对于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是我们可以应对这个复杂局面的一个最好的武器。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爱生会选择这句话作为信条，就是不要停止探索这个世界，为多变的未来做好准备。所以如果您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喜欢我的内容，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订阅爱生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深度的探讨。祝您有兴趣愉悦的一天，谢谢。